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这 OP10的全卡表也是终于全都公布了哈，我也是第一时间就火速赶往现场，将所有新卡全都看了一遍。这里首先感谢栗子帮我们做的翻译哈，感谢他辛苦无私的付出。（括弧诸葛要求加的一条5毛，括号内删除，反括弧）过完10的全卡之后，我也是第一时间就开始帮大家梳理10的重点单卡了。但在我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10的单卡基本都是过于的配合10的新领袖、新体系了。所以只是单纯的梳理单卡的话，反而可能会很不利于大家去理解10的新卡和新体系。于是乎，我也是痛定思痛，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理解 OP10的新卡呀，我决定将本期 OP10的重点单卡拆分成2期去给大家讲解。上期也就是本期，为大家讲解我关于 OP10的新领袖和新体系的一些理解，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吐槽。下期的话是老领袖的补强，以及10之后环境的一个预测。为了帮助大家能更充分的理解 OP10，我也是煞费苦心啊，比我之前的工作量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但是只要能帮助到大家，那我的付出就是值得的，就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么良心的 UP 主，大家真的不点个关注，一键3连支持一下吗？求求了，砰砰砰！那么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咱们本期内容 ，OP10新领袖及新体系的点评及讲解。首先，我先为 OP10的6名新领袖做一个暴论的总结。之前每代的领袖，咱不说全都能出来就迅速统治环境吧，但是至少说多数领袖的效果，至少在刚公布的时候，大家好歹会感叹一下，我操，好强。比如红蓝马、皇子罗宾，咱不说表现怎么样，毕竟领袖表现是跟单卡挂钩的，单论头的效果绝对是所有领袖中数1数2的。得有一大堆评论是这头一眼强，不二不是人。虽然后续的出卡打破了这个幻想，但是至少是给足了大家足够的期待。当然也有像红发这种刚开始一看头的效果感觉很菜，结果新卡越出越强，越出越强，一下子寄生环境 T0，啪啪打所有人的脸的这种属于用后续表现挽救前期崩塌的口碑。但是咱说回10的这几个领袖，这几个逼头，抱歉，刚才激动了没忍住。OP10的这几个领袖，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锁词条的一弹了。之前一弹有个2个3个锁词条的就已经顶了天了。咱这 OP10真是好呀，6/6的领袖全都有词条要求，甚至基本都是属于那种离开本家词条这领袖就没法玩的那种级别。烟鬼倒是算是没那么依赖本家，但是你要放弃了本家，等于放弃了一半的领袖技能，那还不如不玩这个头。所以你要说比较依赖本家吧，给咱领袖技能设计的至少稍微强那么一点吧。毕竟实话实说，咱们放眼下环境，有几个锁头领袖能在环境里有大占比、大表现的？我真觉得再这么出，咱回头就可以直接把词条删了，然后6色大乱斗就可以了。当然啊，你可能会说，明哥不就是锁词条领袖吗？这不表现的也挺好吗？哎，你别急，明哥作为一个01领袖，沉寂了快2年，终于在6色遇阻重获新生。为什么呀？答案很简单，因为新卡强啊。对锁头领袖，如果想要厉害，只有一个出路，卡强。用卡的强度去弥补构筑上的限制和不灵活。所以你说蓝明哥厉害，但是因为蓝明哥的构筑过于死板，使得他虽然厉害，但是也极其的容易被针对，且打法思路过于固定，没什么惊喜，大家要防起来也是非常简单。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蓝明哥上位越来越少，关键军越来越少的一个主要原因。好，说回这6个新领袖，我先说一下我刚看到这6个新领袖时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刚看到时的第一想法，这都什么逼玩意儿？红绿海军斯摩格，不说别的，这俩颜色有海军吗？不都跟黑色待着呢吗？就是不让有斯摩格遇阻是吧？红蓝凯撒又是红蓝结场流，这俩逼颜色放一起真的能玩吗？还放一起？红紫砂糖，好家伙，明哥树俩东，您树一个东，还有条件要求，那我为什么不玩明哥？纯黄基德，本弹唯一一个无血领袖，结果自己回头是个白板头，雌激果实就必须得是吸引攻击是吧？咱不能吸点别的东西吗？黄绿罗，好，罗就换着花样 room 是吧？这次是从雪里 room 出来了，不过这个从雪里挑人真的不会玩着玩着一不小心给自己玩死了吗？蓝黑乌索普真是让我期待了一下，毕竟这俩颜色搭配好呀，但我看了眼效果，你这领袖技能跟蓝黑有什么关系？这6个头在我看到的第一时间我其实是绝望的。说实话，你跟我说02的领袖我都信，全是词条和颜色的新搭配，比如绿海军、红色糖团、黄色超新星，这些都是原来没有过的搭配。虽然看起来都不怎么厉害，但是当我刚要开喷的时候，我想起了09时红发的教训，万一喷错了岂不是又尴尬了？于是我就开始一点点等爆料，希望能等到一些改变我想法的爆料。好，爆料完了是吧？踏实喷。因为 OP10都是在搞新的词条和颜色的搭配，所以 OP10的这几个领袖强不强，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一弹的新卡强不强。新卡强，领袖就强；新卡不行，领袖就稀碎。而面对10的新卡，我的评价自然是，对于新领袖来说，新卡的强度自然一定是不够看的。倒不是说完全玩不了，
但是想达到主流竞技的水平，个人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这话自然说的也不是空穴来风，虽然能力有限，无法亲自上手测试，但是如果大家能听完我的理论分析，想必也能对我的观点有一定的赞同。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出自己的看法哈，咱们友好讨论。先聊聊我最不看好的头，红蓝凯撒。东城2攻击时可以将我方一张费用为2或更高且拥有庞克哈萨德特征的角色放回其持有者的手牌，将对方最多一张力量不高于4000的角色 KO。先说这个技能的优点吧，寓意先扬的修辞手法了，属于是。首先是因为领袖技能要2个东，你可能觉得太贵了吧，2个东，于是官方给咱出了个本家岛，效果就是贴东纳美，每回白贴一个东，只要1费是不是就还好了？然后是为了这个领袖技能，官方专门出了2张重要的新卡，一个是雪人兄弟里的洛克，还有一个这么个莫奈。莫奈也是以德报怨的典型了哈，剧情里凯撒这么捅他还这么帮凯撒，感动了嘤。洛克是因为能把自己的兄弟斯科奇带出来，而斯科奇是个小阻挡，所以不能说是完全没用。莫奈就是单纯为这个头设计的效果了，2费能给头贴2个东，再减一个角色1000，然后领袖技能再给他收回来。对面想解还解不了，也就是说只要莫奈在手上，领袖技能就可以直接看作是解5000。有这2张卡的加持，凯撒技能的副作用就基本不大了，因为领袖技能本身自带 KO， 所以构筑时可以多去考虑携带减攻组件，并放弃大量的 KO 组件，既可以增加构筑时的自由度，又可以有效的节约手牌，这都是领袖带 KO 所带来的优势。接着就是颜色搭配是红色和蓝色，蓝色有整个 OPCG 最强大的解牌夜火手枪，所以我能想到的颜色上的一些配合就是前期的小怪可以通过领袖技能去处理，后期的大怪直接用夜火手枪弹走，这样凯撒在前中后期都会有丝滑的场面处理方式。而且夜火手枪是草帽一火自断，这一弹也出了3张有用的草帽一火和庞克哈萨德双自断的单卡，所以很可能之后凯撒真就是走草帽加庞克双自断的体系，这体系也算是有配合。此时如果你要说夜火手枪对场面没有帮助的话，这张我之前一直吐槽身材太差的艾因一下子变得眉清目秀了起来，只要你不疯了登场时，那就是9费解所有了，这不就是又战又解了，并且因为基本解对面时都是一张换一张，资源消耗也不会特别严重，所以总体来说可能还真有搞头。嘿嘿，听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觉得凯撒其实还行啊？没有那么的不能玩吧？好，接下来就该说点真实的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光我刚才说的这几张卡就已经直接贯穿了3个体系了。艾因是海军，还是少有的红色海军；夜火手枪是草帽一火，然后本身还有足够浓度的庞克哈萨德。虽然草帽和庞克哈萨德算是有一定的联动，但是首先是多轴护卡是件很常有的事儿，玩过多轴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我想找个莫奈，结果被娜美看下去了；想找个夜火手枪，结果被维尔哥送走了，想想都崩溃。具体原因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双自断的卡其实都不是体系的核心重点单卡，它们只能降低检索的空减率，但是完全不能增加核心单卡的上手率。2个体系互相卡2次，估计你这一天都不想打牌了。但是因为领袖技能，你又无法放弃庞克哈萨德的体系，这就造成了单轴不强、双轴不稳定的经典问题。然后就是红蓝配色的经典问题，各玩各的。我都不提那没有一样的蓝色的庞克哈萨德的部分，咱就说红蓝根本就是2种完全不同的结场方式，一个是减力量 KO， 一个是把多少费以下的放到卡祖底，哪都不挨着。这2个颜色就好像一对通过相亲认识，然后为了交差硬结婚了的小夫妻一样，你不知我，我不知你的，对吧？不搭嘎永远是这2个颜色的最主要的问题。接着就是虽然我刚才提到了官方给出了咱们2种解决领袖贴东问题的方式，但是有办法解决不代表本身的要求不高，这点大家能理解吧？我一个月要还5万的房贷，虽然我把房子租出去，一个月能租个3万，我实际只要还2万，但是你不能说本身这5万不多，对吧？并且不管怎么样，都是相当于每个回合要留出2费给领袖技能，那卡组构筑时基本就跟那些10费角色无缘了，人家能干10费的事儿，你只能干8费，巨大劣势了，属于是。然后就是除了贴东是一方面，攻击时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且不说你打波尼或者黄色时必须头先打，然后就是一定会吃到大明哥、福克西这些的锁，甚至福克西这种还锁你一辈子。攻击时一定是没有启动，主要灵活，这点不接受反驳。所以总的来说，凯撒的不厉害，我觉得是写在脸上的不厉害。领袖技能要求和限制过多，红蓝2色的不搭配，再加上作为一个结场领袖，本家的减费组件，说实话确实我觉得减的有点少了，单一个 UFO 连个莫利亚都解不掉，实在不行让白马来一趟吧。接下来说一下斯莫格，性转达斯奇，准确的说其实是换了心脏。对方回合中，我方所有拥有海军或班克禁区特征的角色力量加1000。启动主要每回一次，我方存在力量为7000或更高的角色的场合，将我方最多2张休息状态的东转为活跃状态，依然是先说好的。
说实话，单看领袖技能肯定是比凯撒强好多的。首先就是一东不要，站那就生效，对吧？领袖技能不要东，就能很自由的去下那些10费的强力大哥了，什么红发大明哥都往卡祖里塞，反正规则允许。然后为什么说比凯撒强？对方回合加力量，凯撒都要哭了。哥本来我解着就费劲，你还给我加上了。虽然是在对方回合加力量，但是也能很大程度上干扰出黑色以外的绝大部分颜色的结场顺畅度。毕竟只要你打我怪，就相当于白嫖了1000吨，并且本代还印了一个阻挡乔巴，虽然长得是山治，但是心脏是乔巴，所以是乔巴。在对面回合直接就是7000阻挡，比红发面子还大了，属于是。同时为了干扰黑色，还特意给烟鬼设计了一张本家达斯奇，别的绿色只要离场，他就可以置换成横自己，然后横下来还可以享受到领袖的光环 buff， 相辅相成了，属于是。这里稍微提一嘴哈，这个达斯奇只能保绿色的，红色那部分他救不了，不然确实太强了。然后就是烟鬼的核心2技能，只要是从5回合开始，就相当于是每个回合都能多用2个东，白马看了都说好。当然啊，这里推荐一个贴东索隆，相当于4费就能7000，直接起效果了。这也是我觉得斯梦格技能比凯撒好用的另一个原因，核心技能不锁头，这使得烟鬼在勾住时费用会非常平滑，什么卡都可以往里下，前中后期都能很平滑，不用考虑的过于复杂。如果说1技能的加攻击只能算是锦上添花，2技能每回合白嫖2个东可就是雪中送炭了。都不说别的，哪怕只是给头贴2个东打一脚7000，也绝对是赚上加赚了。毕竟可以不给红发面子了嘛，再加上这一弹给了烟鬼一个角色烟鬼，更属于是他本家的绝对核心卡了。5费7000直接触发领袖技能，角色效果再给你一个东，相当于一回合多嫖3个东，直接再下个达斯奇进行守护，真是稳稳的幸福，谁来也解不掉你。下一回合再嫖3个东，7费干10费的事儿，爽。甚至这个角色烟鬼还是非常过分的不锁头，谁都能用，保不齐过几天就去黄绿萝也打工了。听我讲完这些，你是不是觉得烟鬼其实也还可以？反转肯定来了呀。以上其实就是烟鬼的所有优点了，然后就没有任何的优点了。讲道理啊，三莫格作为庞克哈萨德这段剧情中海军部门的主要出场角色，这印卡方面待遇确实不咋地。凯撒是因为领袖技能硬要2个东，所以不印大怪就不印了。好家伙，本单绿色直接就是连个5费以上的角色都没给印。讲道理啊，你红色绿色海军本来就没有检索了，你给我们印个大哥很过分吗？啊，很过分吗？红绿双色里面最大的海军就是04的这个8费克拉松了，这就引申出烟鬼的第一个大问题，红绿海军不够强力。本家整体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优质大哥，所以海军领袖技能里的海军 buff 更像个天头。不过因为本来就没有检索，所以不投入体系也就不投入了。但是有体系的庞克哈萨德也没有强力终端，难怪需要加攻击呢，这2个体系都太弱小了。这就要说到烟鬼跟凯撒类似的一个问题了，红色绿色其实也没什么颜色的搭配，你要说这俩颜色有什么配合吗？就跟烟鬼自己这俩技能一样的，也是在各玩各的，一个自己回合用，一个对面回合用，俩人是不得见的街坊。之前的几个红绿领袖，你要说他们这俩颜色之间有什么配合吗？好像更没有，还不如红蓝了。但是为什么你可能没什么感觉呢？因为这些红绿领袖的技能配合其实都还好，烟鬼反而是他们之中配合的最不好的，完全是没边硬擦，更是给人一种别扭的感觉。但是毕竟正收益比较足，也算弥补了这个问题吧。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不过我感觉也是最好解决，但是也是最纠结的问题了，就是构筑的取舍。因为领袖技能能给海军和庞克哈萨德上 buff， 所以理论上确实不应该放弃这2个体系的一些重点单卡，但是2技能又确实不限制其他的死角，后期大哥怎么配都可以。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怎么搭配最丝滑，这点就像我之前讲红子基德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体系内的大哥没别人大，体系外的大哥都靠掏，那请问我该怎么办？不知道你们怎么办，反正我是爱咋办咋办，我不办。下一位，下一个聊聊红子砂糖。我方回合结束时，我方场上存在力量6000或更高的拥有堂吉诃德海盗团特征的角色的场合，我方最多一张东转为活跃状态。对方回合中每回合1次，当我方发动事件时，从东卡组中追加最多一张活跃状态的东。照理先夸。说实话兄弟，砂糖这个我真夸不出来，就我想了半天，唯一的优点可能是紫色这个颜色比较万能，什么颜色都能搭。理论上来说，红紫比红蓝红绿的配色要好那么一些，但是抛开技能看颜色也是属于耍流氓。咱把砂糖的技能好好研究一下。首先是1技能，要求场上有6000以上的糖团，然后还是回合结束时，这真是debuff叠满了啊！不说别的，咱就对比一下刚才的烟鬼，7000不限字段，砂糖6000要求字段，虽然低了1000，但是多了个字段要求。开头我就说过，有字段要求一定比没有字段要求局限大得多，所以即使7000的要求，我也认为烟鬼要比砂糖舒服很多。然后是回合结束时，这就意味着当前回合基本没有帮助，这就会表现得特别的不主动。我在自己回合回一个东，我也可以选择是留下来不用打反击，或者贴东打上角色都行，但是回合结束时就限制我只能打反击，这路一下就走窄了。然后还是回一个东，还是有条件要求的回一个东。明哥真是王八伴走读，憋不住笑了。
自断限制、回合结束时，除了这俩，砂糖的一技能还有个非常让我受不了的地方，角色要求是6000以上，再加上二技能跳动要求是在对方回合开事件，这就基本限制了砂糖这个领袖大概率是个要后的领袖。为什么我会得出这个结论呢？首先，6000的身板是至少4费以上的角色才能有的，这是其一。第二就是后手先挨打，你2回合留好东，下回合对方打你，你就可以先跳费了。然后下回合上个5费角色，这个5费角色最好的应该是这个新出的克拉松，或者不炸东上皮克也行，再不济也能上个4费白板，都可以满足领袖技能的要求。然后下个对方回合再跳个东，直接上新出的紫色大明哥，后手直接258，这应该是最舒服的节奏了。但是关于抢后手这一点，就会引申出很多新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被抢后了怎么办？倒不是说先手不能玩，我其实设想过一些先手节奏：1费过，3费用 baby 5跳个费，对面回合跳个费，然后下回合7费，啥事干不了。倒不是说什么都干不了吧，也可以下一些7费节奏，比如贝克曼基本稳解对面所有东西，但是这回领袖技能完全可以说是全废了，强行顶个本家呢真的是费白跳了，还是7费回合干了件5费的事儿。因为本家没有7费节奏，先手是1379，后手258，是不是高下立判了？第二点就是你挑费的要求跟生孩子一样，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就能全搞定的，有2个先决条件，就是1对面得打你，2你手里得有反击，缺一不可。咱们再一点点分析：1对面可能很了解砂糖，不想让你节奏这么顺利，3费直接不打你，空过也不打你，或者干脆就是雷贝卡微微这种的，他打不了你，等费起来6费再踢你，不管他亏不亏，反正你一定是不赚，不打你就跳不了费，一个跳费领袖能不能跳费还得看对面的脸色，这不成跪着要饭的了吗？你别说，玩砂糖还真就是跪着要饭的。对面不打你是个问题，对面不信邪打你了，你手里还要有反击也是个问题。领袖技能就要求了，砂糖可能会去携带很多的反击事件，然后10给你印了个3费反击事件，我真的服了，3费4000的反击事件怎么设计的？人家都是1费等于2000，你这3费4000抓一张2000边才等于6000，搞针对是吧？橡皮巨人也是王八伴走读，憋不住笑了。后手第一回合还没法直接用，真是被针对了。印卡的事吐槽完了，说回来，因为砂糖的回费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我觉得砂糖虽然也会带很多反击事件，但是并不能像明哥一样的那么肆无忌惮，一带15、16个反击事件，个人感觉可能控制在10张左右，会是不那么卡手的一个数字。那么如果棋手没有1、2费的反击事件，嘣沙卡拉卡对，最主要的糖团的那些优质的2费反击全是绿色的，砂糖用不了，糖完了。最后一点也是我最想吐槽的，砂糖作为一个主打跳费的领袖，他却需要去抢后手。说实话，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咱们回想一下，紫路飞、紫黑路飞、红紫路飞这几个也是主打跳费的领袖，哪个不是抢先手的？抢先手才能把跳费的优势最大化程度的发挥出来。就拿紫路飞最经典的1470， 7费打人家4费，10费打人家6费，这压制力我不多说这么好吧？砂糖呢，最顺的是个8费打5费，然后你还要先被人家铺场，是你去解人家，不是人家解你。大家伙能明白这里面的差距吧？总结下来，砂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主动，2个领袖技能都是被动技能，干什么事都要看别人的脸色，再加上本身这次印卡又印的不够强力，最关键的是还都印在了紫色糖团，这样本身玩法就跟绿子明比较类似的情况下，红色糖团明显没有绿色糖团有优势，那么为什么不选你的老大要来选你呢？接下来黄基德吧，我方回合结束时可以将我方生命区最上方的一张卡牌翻至正面朝上，将我方最多一张费用为3至8的拥有超新星特征的角色转为活跃状态，直到下个对方的回合结束为止，该角色获得阻挡效果。好家伙，又是回合结束时效果，说砂糖没说你是吧？然后还有基德的这个瓷器果实就只有重启和阻挡2个效果是吧？咱就不能开发点新的吗？就必须吸引攻击是吧？不过我觉得基德倒是比砂糖还是主动那么一点点，毕竟本家还是给印了2个 KO 石，因为单是 KO 石这张卡其实没那么厉害，但是如果套上了阻挡，我就能主动送死了，那又不一样了，就变成你不想解也得解我了。所以虽然是回合结束时的效果，但也算是个主动效果吧。不做成启动主要是为了不能在回合内让你多打一脚，不然太强了，所以就是对回合内肯定是没有帮助，但是效果并不算弱。因此基德的领袖技能我没有像看到砂糖时攻击性那么强，因为我就是极其的不看好砂糖的领袖技能。基德好歹是个中规中矩的领袖技能，不过基德的主要问题是它的配色，如果我没记错，这是黄色第一次出超新星的体系，之前黄色的超新星甚至只有这一个拔雪路飞没错，这张卡彭贝基都不是。我有理由怀疑万代从03就已经开始布局了，为的就是要10的这几个超新星不能那么轻易的奶卡彭。但是毕竟黄色卡彭咱该下还是得下，因为黄色超新星基本就算是这次的新体系了，而基德的领袖技能又是完全的锁词条，所以构筑思路上可以说是特别的不灵活。把这弹的这些超新星的这些新卡都往里塞一下，再下
点老的黄色不死头的强卡，下满50张，这套牌就做完了。甚至我感觉都没什么变动空间，就这么多卡，你总不能带白板吧？到 OP10了，不会还有领袖需要带白板吧？所以说实话啊，基德是真没什么可说的，技能中规中矩，新体系也中规中矩，那表现也就只能是中规中矩。新的这2张大哥算是在努力给基德撑强度了，搭配基德能直接撕对面一血也算厉害吧。但是说实话，撕血一般不会对对局那么快的产生影响。不过在罗宾卡组里，我觉得一定特强，3费8尖头4一血，6费上恶魔罗宾4一血，8费在基德4一血，这要是个4血领袖，游戏还没开始呢就1血了，想想都应该挺有意思的。7费的罗，我觉得他效果虽然一般，就是2手奶1血嘛，九妈也差不多是这样，但是他真正厉害就厉害在他是7费9000，在基德眼里就是个9000的阻挡者，这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前期基本上是一定能嫖一脚了，9000的身板确实太硬了，基德还真没什么好说的。你要我说他强，我一定说不出口，但是要说他弱，也不至于到玩不了的地步，还能期待一手后续黄色超新星的补强。不过未来领袖可以未来再玩。最后吐槽一句，基德你是不是不要自己拿破基德海贼团了？这俩货真就是出来露个脸是吗？接下来批评一下蓝黑乌索普吧。我方所有费用为2或更高的拥有德雷斯罗萨特征的角色费用加1，对方回合中每回合1次，当我方拥有德雷斯罗萨特征的角色被 KO 或者因对方的效果离开场上时可以发动。我方手牌不多于5张的场合抽1张卡牌。我刚看到蓝黑配色的时候，是你吗老犬？再一看技能，你这跟蓝黑有什么关系啊？甚至直接就开出草帽级了，3DRY 狱卒再次贬值。讲道理，这一弹我就看好乌索普的配色了，毕竟别的几个领袖的配色都不咋地，结果他这领袖技能的搭配就让我感觉他就是为了打蓝黑而生的。场上角色加费，离场的抓牌都是蓝色黑色会讨厌的效果。自己回合又是白板头，这个领袖技能顺道还又把凯撒给针对了，凯撒直接骂骂咧咧退出直播间了。本来就要亏手解你，这下好了，解完你还赚牌，然后领袖技能真是究极所词条，2个技能就是要求得到自断，那整个构筑上大概率就跟体系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构筑限制会比较死，那领袖强不强不就又是全看卡了。好在前几个领袖的惨没有在乌索普身上发生，新卡还是很标准在围绕蓝黑色的结场体系去设计的，有结场有减费，黑色主要靠索隆，蓝色就是居鲁士，减费也给了张新的这张光月桃之柱。不过因为老卡就不缺减费，缺的就是本家好的解牌，这下算是一定程度上的有效弥补了。同时为了让乌索普的1效果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也让大家觉得 OP10 不是完全在不抢雷贝卡，也是专门给乌索普出了个大概率只有乌索普能用的新卡，7费的雷贝卡，这也是我认为10乌索普得到的最强单卡了。登场时，场上存在费用为8或更高的角色的场合，抽取1张卡牌之后，公开我方手牌中最多2张费用不高于7的雷贝卡以外的拥有德雷斯罗萨特征的角色卡牌，选择公开的1张登场，将剩下的费用不高于4的卡牌以休息状态登场，这就是蓝色莫利亚嘛。虽然看效果是谁都能用，但是为什么说是专门给乌索普出的呢？因为只有乌索普能在7费时准时用，其他领袖起码要10费再说。虽然效果是从手牌拉人，肯定是不如莫利亚从墓地赚牌赚得多，并且7费4000的身材也是过于不合格。但是一个是本身乌索普的技能就对手牌数量有要求，帮助控手牌不完全是负收益，然后直接就是7费出个7+7+4，7费赚11费。目前我没见过比他更能赚费的单卡了，莫利亚也才赚6费啊，况且10还给了张超强的7费单卡居鲁士，好家伙，女儿亏的身材全加在爹身上了是吧？果然啊，又一次的印证了我开始的理论，锁头领袖强不强，全看卡强不强。总的来说 OP10 得到最大补强的体系肯定就是得到体系了，7费雷贝卡的出现也给了蓝黑乌索普更多的选择思路。我觉得之后乌索普的主流体系可能有2种，一种是走蓝黑标准的结场体系，携带老德岛的减费卡，配合现在 KO 组件去控场，走战解系，或者是依靠7费雷贝卡和8费莫利亚这种的，直接去走蓝黑的超扑体系，也应该是可行的思路。我觉得这2种体系日后大家应该都能见得到，毕竟这次的新卡主要也是分化成了这2种思路，要么解要么扑嘛，不过也有可能有复合形态，就看大家的开发了。没想到啊，乌索普这里来了手欲扬先抑是吧？但蓝黑乌索普也不全是优点，问题还是很多的。比如最主要的，构筑只能跟本家玩，锁头永远是最大问题，很容易就进入这弹我吃到了补强，所以我能厉害一阵，新卡没补强我，那我可能就不厉害了的尴尬局面。最明显的就是莫利亚嘛，然后就是因为本家的大量新卡都是要横下舞台，所以乌索普可以说是非常的依赖舞台的上手率了，要不然就只能横头了，头变成了一个不能攻击的4血领袖，这不亏麻了吗？还有个痛点，因为领袖技能基本就是在针对结场系的领袖，那如果对方不是个结场系的领袖，头直接就变
成白板头了，所以大概率就是抓到能打，抓不到被打的一个领袖。这些问题说完了，最大的问题如何竞争过雷贝卡？同样是蓝黑，用的体系也相同。雷贝卡应该是不太会走超扑体系，毕竟用不了7位雷贝卡，所以还是常规的走结场体系。那如果乌索普同样走结场体系，它相较于雷贝卡来说可以说是毫无优势。虽然人家头不能打，但是人家无血就意味着能拖更久，结场领袖拖得越久就越容易翻盘，然后人家赚资源的方式还比乌索普直接。乌索普能不能赚资源全看对面的脸色，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堆木速度赶不上人家。作为黑色领袖，目的就是资源啊！人家一个七路飞一会儿打好几脚，乌索普一个七路飞费劲巴拉打2脚，还把自己目的资源打光了。也因此，我在这里大胆推测，蓝黑乌索普大概率是个战场流领袖，两种玩法可能会区分到2个领袖身上，所以这么完美的配色终究是错付了嘛。最后说说黄绿萝吧。东城1启动主要每回1次，我方的决策费用合计为5或更高的场合，可以将我方一张决策放回持有者的手牌，公开我方生命区最上方的一张卡牌，且该牌为费用不高于5的拥有超新星特征的角色卡的场合，可以将其登场。罗倒是也不看配色哈，反正就是各种 room 是吧？沾红都是从手里叫人，这下沾黄了从血里叫人，很合理哈。反正颜色只是在限制罗能用什么颜色的卡，玩法都一样。黄绿罗的话是我这单最看好的领袖了，玩法应该是跟红绿罗差不多，都是超扑型中速领袖，通过领袖技能赚费，一回合占复数的5费角色，把场面占住，然后稳扎稳打，利用自己扑的比对方快的特点，快速压缩对手的资源，尽早结束战斗的领袖类型。并且因为领袖技能是对费用的要求，所以比红绿罗的场面要求可以说是要低很多，领袖技能也更容易触发，对黑色抗性也是更高。有一个瞬间就能脑补完的小 combo，5费上个白马回2费，然后1费上个卡彭做个血，1费贴给领袖，把卡彭回收，把血里的叫出来，相当于5费回合空场占了2个5费，谁来了也解不动啊！你要再从血里叫的是个波尼锁他个东，对面下回5费，至少2手，然后单解一个白马，完全可以接受好吧？并且因为黄绿罗不用像红绿罗一样只能去携带大量的低费角色，黄绿罗的构筑曲线虽然还是要以5费角色为主，但是完全可以携带新的 SCC 罗这种7费大哥，甚至7费罗的效果还是无比适配黄绿罗的领袖技能。5费回合5+5，7费回合7+5，讲道理我觉得压制力还是挺足的，前中后期都有节奏，生物质量也都不差，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弹我最看好它的原因吧。你要说黄绿罗就一点问题没有吗？当然也是有的。最严重的问题一定是因为是从血里挑人，你一个4血领袖大概率跳着跳着就把自己跳死了，然后因为会携带一些中后期的节奏，所以本身固有卡手率一定是高于红绿罗的，甚至因为血区的未知性，也还需要大量的做血单卡去进行配合，也都是增加卡手率的行为，这点参考黄黑路飞。不过就算有这些缺点，我依然认为黄绿罗会是个玩起来很有意思很有操作感的一个领袖，本家出的新卡也基本都能用得上，都是有效新卡，比如这种黄色的速攻索隆，能做血的波尼都很关键，上下线也都是有的。如果大家让我推荐10玩什么新的领袖的话，我一定会第一个推荐黄绿罗。果然呀，还得是罗，技能越朴实效果越厉害，越是优秀就越是不需要过多赘述。绝对不是因为写到现在写累了。不过黄绿罗在 OP10 发售之后也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大部分领袖在 OP10 会遇到的问题，非常不好打黑胡子。其实这一弹的几个领袖都不能说很好打黑胡子，黄基德因为本家还有很多是 KO 时的效果，所以打起来可能没那么困难。其他几个沾红的领袖可能就需要去多携带一些速攻进行应对，比如斯梦格可以去携带8费的龙，孔子砂糖可以跳费去除香克斯。这么一看，相比之下黄绿罗算是最难打的。其实10发售之后，大部分领袖基本都要开始大量针对黑胡子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 OP10 给了黑胡子2张过于强烈的新卡，一个是这张5费轻质，还有个事件解放，这对其他领袖那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那么 OP10 发售之后，还有哪些领袖哪些体系得到了补强呢？感兴趣的朋友咱们点下预约，下期为大家带来老领袖的补强梳理，以及10之后环境的个人预测。点个关注不迷路。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了。